进南方老窝了吧？这不是正好吗？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班长，前面有路上，后转，直接进二道坡。放我开！什么？放我开！你开不过他！快！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二道坡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班长，甩掉他们了。这车技牛啊！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班长，你行不行啊？闭嘴！伙子，你们向边上看看，除了帐篷之外，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报告班长，前方发现坦克、通讯车、指挥车等装备，都是指挥所标配。班长，咱成功了！漂亮，任务完成了，马上发送坐标。班长，小心！看你小子往哪跑！记住这几个情况：第一，咱这个主力狠狠要实施反包围，你包围的路线是咱们一直走过的路线。第二，路线两边是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第三，俺怀疑蓝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二道坡里。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吧？一会儿我开车过去，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然后等待救援。班长，那你怎么办？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但只要任务完成了，俺这个俘虏也就当值了。记住了，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上车！
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我道歉。但是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我的建议。好，我告诉你，你不是396旅的参谋长，也不是一个侦察班的班长，你的岗位在一营。回到岗位上。是。左子健，你给我站住！站住！索副旅长毕竟是你的上级领导，你得注意自己的态度。政委，打仗又不是打态度，虽然打的不是态度，但态度却能造成内伤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难道还要全部更改作战部署？时间上也来不及啊！政委，现代战场战机一线，马上就可以实施火力压制，怎么可能会来不及呢？说实话，你们根本就没想真正打一仗。哎，郭子健，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难道不是吗？这次演习多好的一次机会啊！可领导的脑子里装的只有导条文书、评分标准和演习规则。哼，难怪索副旅长冒这么大的火。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实话，你们打的这叫分数仗、表格仗，就不是战场上面的生死仗。郭子健，不是队长，对不起，政委，我太激动了。郭子健，你在军校一直从事作战研究，双方对抗演习总得有个章程吧？有规则，难道还错了？政委，有规则没错，可是只盯着那些规则用兵，那就有错。那好，我问你，就算是要调整作战部署，也得有个目标吧？你说那个蓝军指挥所是假的，那真的在哪儿？孙队长，帮个忙呗。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要数据说话吗？这个地点既隐蔽又偏僻，从各项数据来看都非常符合蓝军指挥所的选址要求。你认为蓝军的指挥所在黄石岭？能确定吗？因为没有现地侦查，无法做出最后的判断，得需要去看一眼。万一我的推测是对的，如果错过战机，选择了错误的打击目标，我们极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可是郭子健，现在都几点了？你是主营的营长，你们一营承担的战斗任务不能有任何的耽误。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黄石岭，这不是开玩笑吗？政委，我不能去，有人能去啊。郭营长，我们侦察分队这次配属396旅，只服从旅首长的直接领导。再说了，您之前既然觉得我们的侦察结果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我说错了，我向你道歉。你们不是纸上谈兵，你们是科学尖兵。曾宝涵同志，辛苦你跑一趟了。是。到达侦察区域之后，请直接与我单线联系。是。赶紧回营。是。侦察分队全体都有，带好装备，立即出发。是。营长，咱们这一晚上是不是就白忙活了？什么叫白忙活呢？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人不是已经出发了吗？那个曾木涵行吗？毕竟那个西风谷就是他们给出的目标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回去做好一切攻击的准备，一旦目标有变，可以随时应对。是。在这么个小地儿给指挥中心安营扎寨，真是委屈您这位蓝军旅长了。只要能打胜仗，
哪怕是块厕所大的地儿都行。老虎口的备用指挥所还留吗？我说了是备用吗？所谓的指挥中心，无非是一套指挥设备、一批机关参谋、一群保障人员而已。我龙眼山在哪里，哪里就是指挥中心。营长，真的假的？内部消息，绝对可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都什么时候了，他郭子健还想着出风头？是啊，听说要不是政委在场，索副旅长真想当场把他给撸了。不对，把徐大力叫来。是。地图。副旅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刚才郭子健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带人2次侦查了蓝军指挥所，发现这个指挥所很可能是个假的。蓝军指挥所是核心重点，我们派了2支侦查小组，都能全身而退，而且得到不同的结论，这个确实不太正常。郭子健虽然有点不靠谱，但在这节骨眼上，应该不会信口开河的。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让3营、4营以及火力营大部沿石滚河一线集结，准备打击玉皇顶。2营机动，和预备队原地待命。可是以现在情况来看，玉皇顶很有可能是蓝军为了混淆我们的注意力而下的一个诱饵。蓝军之所以搞这套虚虚实实，其实就是想搞清楚我们的兵力部署。咱们可以将计就计，集中火力拿下玉皇顶，先得一分，然后占领有利地形，变被动为主动，把主战场拉回玉皇顶。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更有利于之后消灭敌军的主力。要不要跟康政委汇报一下？回头我单独跟他汇报吧，你抓紧部署。是。1营怎么办？按原计划行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想想看，1营是咱们的主攻营，只有按照原计划打击目标，才能迷惑龙远山，懂吗？这就是咱们主攻营的作用。报告，史德利，过来。营长指示，战斗打响以后，离开你原有的待机地域，向旅指挥所靠拢。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带上你的配属火力，我会把旅里加强的远程火力也配给你。可他们有自己的防卫力量。许德利，保证旅指挥所的安全，本来就是我们营的任务，明白了吗？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这郭子健气儿太盛了，不就是个营长吗？芝麻大点的官，把咱侦察分队贬得一文不值，咱凭啥听他的？这次的任务是396旅的政委亲自下达的，还不都一样？行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是。营长是担心龙远山的斩首战术。斩首战术本来就是龙远山的风格。你别看郭子健那小子疯，说不定真让他发现了点什么。我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报告，营长，我方作战计划已调整。说，
我方主要火力集中打击玉皇顶，我们一营继续打击原目标。那他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对我的结论半信半疑，所以选了个自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曾不涵他们有消息了吗？报告营长，一直没接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信号。这个时候，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发现目标有误，这为什么让大部队都往玉皇顶方向调动啊？愚蠢！哎，首长，您先压压火。您不常说嘛，演习重在发现问题，暴露的越多，得到的教训越深刻。哦，您这种问题暴露的少吗？啊，有几支部队汲取了教训？我看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演习的规则要改一改。不是，首长，这前面都是小规模的接触，真正有看头的还在后面呢，是吧？子健，天马上就要亮了，我们营打的是全力进攻作战的头一炮。这个不用你提醒，我知道这一炮的分量。一直到现在为止，曾国涵没有任何消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变行动计划的。刚才吕吉指又特意派人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定要遵守战场纪律。这个档口还在强调纪律，就是冲着我郭子健来的，我不明白吗？咱们作为军人，本来不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吗？行，听你的。郭子健，你脑子里面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呢？你不应该答应这么快啊！你越答应的快，我心里就越没底啊。使用多功能侦察仪，观察前方300米树林。不等了，通知吴东胜，马上来营指挥所。是。吴东胜及侦察班全体成员等待待命。不愧是一营的侦察班长，仗马上要开打了，一直收不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消息。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察，保证完成任务。吴东胜，您等一下，我有事情跟营长商量一下。战急稍纵即逝，哪还有时间商量？吴东胜，走，出去。我知道你心里面惦记黄石岭区域，但马上就要发动主攻了，这个时候不容易出现任何偏差。
集团军已经把侦察分队给派出去。退一万步讲，就算出现了什么问题，延误了战机，跟你郭子健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郭子健从来要的不是但求无过，我要把仗打赢。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难道不该侦察吗？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这么做……行，我说不过你啊！这回就当你让我，行不行？出任何事情，我郭子健自己担着，绝不连累你。什么叫不连累我？我们俩已经是一根筋的蚂蚱了，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好，总动手，到，出发。是。海伦，怎么了？我们中埋伏了。不许动！走。看来郭子健是对的，我帮你抵挡一阵，你快点传递坐标。行了，不用嘀咕，一个都跑不了。说的好听，不打怎么知道？想跑的全部击毙，想打的奉陪到底。报仇！到齐！胡子到，少龙到，顺子到，换猎豹车，伪装侦察。是。班长，手心手背都是肉，您不能偏心啊！班长，大家都去吧，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你们少得了便宜又卖乖，其余的赶紧回去睡觉。班长，带上我吧，怎么着也得要个拳脚硬的去吧。行了，没听班长刚说吗？侦察兵要学会动脑子，别动不动拳脚。武士，下来！天黑路急，一定注意安全。是，俺一定注意。期待凯旋。保证完成任务。身手可以。站走！杨仔，红军侦察小组怎么不开侦察车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合适的车辆及手段进行伪装侦察。你说咱们现在跟一个侦察小组，会不会捡了芝麻漏了西瓜？别担心，他们这里正常的进攻行动全部都是按部就班。我已经跟导演部申请过了，他们会派记录员过来，到时候会跟我们提供要素齐备的录像。不是，那两三这演戏都快开始了，他们一个侦察小组还能泄什么风浪啊？这就是导演部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往往就是整个战局转换的关键点。不是，怎么一提到这个郭子健，不是变量就是变数啊？我也想看看，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行，梁才，那你坐稳了啊。报告，说，捕猎小分的报告，擒获5只红嘴鸟。摸到这儿来了，没走漏风声吧？刚睁眼就实施抓捕，设备还没开机呢。不过红方侦察人员失联，不恰好证明这边有情况吗？这儿地盘大着呢，他们无法准确定位，更无法判断这里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红方能想到在西风谷跟黄石岭两处派出侦查人员，看来这个索建安有两把刷子。下棋遇高手，过瘾啊！如果索建安真的是一个臭棋篓子，那这仗打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不过也许他还留有后手。政委啊，你怎么能听郭子健传的呢？打仗啊，不能意气用事。啊，反正曾某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任务，让他们辛苦了一趟，至少也能还我们一个心安。我看您对郭子健太过爱护了。建安，你是代旅长，作为指挥员的压力我明白，但我认为啊，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你应该冷静处置。首先，我承认我对这小子是有点看不惯，但是你太在意郭子健的态度，而不是他的意见。政委，你是我的老领导，你的批评我接受。我知道从演习一开始，你就在帮我树立威信，但是你想想看，现在大战在即，我作为一名指挥员，我不能瞻前顾后啊。再说，我不是完全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要不我怎么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呢？刘科长，到。通知各进攻部队，人员装备全部进入站位。是。营长，左副旅长要把玉皇顶之战做实，却依旧让一营按照原计划行动，这显然是把一营放在了次要位置。通知无人机搜索这片区域。郭子健什么德行，索副旅长能不知道吗？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那么让咱们原地待命，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呢？7点，一营第一炮打响，马上就可以知道西风谷是真是假。如果真让郭子健那小子勾石运的猜中了，那么蓝军主力的位置就是一个谜。索副旅长也是基于这一点，才把战场重新拉回到玉皇顶。可是，一旦在玉皇顶摆个架势，那么蓝军势必要增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支王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你才说谁是主攻，谁是助攻还不一定呢。学着点吧。是。放心吧，班长，除了有几只野鸡飞过，咕咕地喊着难听的号子，其他呀一点声音都没有。什么废话！再说了，我们刚才已经把他们的5只红嘴鸟全部收了，估计这会儿红军指挥所还在抱怨那帮兄弟们为啥会不回信呢？他们不回去，更有可能引出后续的小分队，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你说敌人怎么就这么确认，硬是直接往咱们这里猛扎呢？这个问题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明白，班长也不明白。是不是先收拾了啊？注意警戒。班长，咱们是来做侦查的，后面还跟了个尾巴，这要是暴露，丢的是咱一营的人。少说2句吧。不是，咱营长让咱特意侦查这片区域，我也没看出有蓝军的痕迹啊。这痕迹都在你面前摆着吗？不得找吗？少龙，慢点开。是。前面有个路口，在村庄后面有条小路。班长，真厉害，我差点晃过去了。你这眼神啊，真绝了。哼，少拍马屁，好好开车。大家小心点啊，这条路可不一般。停车。虎子，看仔细点儿。班长，前面这路的宽度过咱们重装备没问题。好，记下来。顺子，记下坐标。
上车。梁参谋，这前面的路呢不太好走，这一般的驾驶技术啊真应付不了，你们就别跟了。哎，你这是瞧不起谁呢？俺没瞧不起谁，俺都是在替你们着想。万一暴露了行踪，算谁的呀？要不，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说不定俺们大部队啊真会从这儿经过，到时候你们也方便取证，对不？梁参，他们这是故意找茬。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要是遇到敌情，因为我们暴露了目标，这算谁的？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咱们应该盯着郭子健。不，我有预感，这一趟我们一定不会失望的。走啊，开啊！梁参，那你信得过我的驾驶技术吗？下车，换我来开啊！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啊，什么快点啊，不然就跟不上了。哦，是。我以我的党性向您担保，截止到目前为止，曾慕涵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联络。你们的通信系统是不是一直畅通的？一直畅通。通讯参谋已经1夜没有合眼了，一直坐在电台前盯着呢。郭子健，怀疑的那块地域，他做什么了？政委，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曾慕涵的信号，郭子健迫不得已派营侦察班实施现地侦查去了。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有回复吗？目前没有。现在情况紧急，不要再纠结那个点了。是。班长，还真让你猜准了，真有后续部队，可是他们速度太快了，怎么办？指挥所有命令，把这股侦察兵放进来，全部抓俘虏。进了2道坡，可就是咱们的指挥所了。怕什么呀？等他们一进圈，前堵后追，一举拿下。大家注意了，做好战斗准备，情况有点不对头。咱现在给营长发信号吗？发什么发呀？你知道对方什么阵地吗？有多少兵力？有什么装备？你什么都不知道，发什么呀？明白。万一有误判，产生了误导怎么办？那咱怎么办，班长？咱们怎么办？虎子，不管发生什么，你跟顺子只管做好记录。是。可是这样的地形，恐怕什么呀？就算不能用笔，也要相互用脑子印证着，把它记牢了。是。梁探，怎么停车了？蓝军要抓俘虏，不要挡了人家的道。这还真是蓝军的指挥所？现在还不知道，吴东胜他们也发现情况了。坐稳了，把镜头调到广角，下面就是短兵相接，注意不要漏了要素。放心吧，梁探，我可是全基地演习信息采集冠军。对表。作战时间：2017年6月6日6点40分。点名。一营郭子健到。二营江胜强到。什么情况？应该是蓝军故意设置的，为了阻止对手车辆，让对手无法在车内完成有效作业。不愧是死机旅，这回真要给吴东胜他们整死机了。
南方老窝了吧？这不是正好吗？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虎子，哎，俺再强调最后一遍，注意记录战场要素，关键就是坐标。要是万一漏记了误事儿，俺就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当球皮。是，班长。班长，前面有路上，后转，直接进二道坡。放我开！什么？放我开！你开不过他！快！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二道坡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吴东胜还没消息吗？还没有。董启斌，走，给我接1连李宗伟。是。明白。做好攻打黄石岭准备，一旦接到命令，立刻出发。是。杨三，咱们是采集信息，不是跟踪追击。林子这么密，如果不跟紧一点的话，你拍到的就只能是树叶了。班长，甩掉他们了。这车技牛啊！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班长，你行不行啊？闭嘴！虎子，你们向边上看看，除了帐篷之外，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报告班长，前方发现坦克、通讯车、指挥车等装备，都是指挥所标配。班长，咱成功了！漂亮，任务完成了，马上发送坐标。班长，小心！不就是演习吗？至于这么心惊肉跳吗？看你小子往哪跑！记住这几个情况：第一，咱局的主力很可能要实施反包围，你包围的路线是咱们一直走过的路线。第二，路线两边是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第三，俺怀疑蓝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二道坡里。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吧？一会儿我开车过去，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然后等待救援。班长，那你怎么办？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但只要任务完成了，俺这个俘虏也就当值了。记住了，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吴东胜他们怎么又都回去了？他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出路。哪儿还有出路？蓝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包围过去了。团长，是龙眼山。
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导演部，我是梁红，这里发生意外事故，有人员受伤，请快速派出救援车队，还有随行军医。这里的位置是蓝军阵地2道坡。报营长，各作战单元应完全准备就绪，第一波火力压制，是否按时展开？报告，营长，收到营侦察班发来的坐标有信息，黄石岭区域2道坡，可以确定就是蓝军指挥中心的所在地。漂亮，漂亮！老胡，距离主攻发动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来不及调整，更来不及向上级汇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那就按第2套方案办。班长，到！马上命令，我营所有远程重型火力，除2连协攻力量外，马上改变射向与坐标，对黄石岭地域实施饱和打击。同时，装甲1连、步兵1、3连、工兵爆破，连同战区陆军配属的所有火力援助，全部展开，对黄石岭地域实施强攻。是。还有，让1连迂回黄石岭，对其残余部队进行清扫。是。副参谋到，马上起草作战调整指示。是。内容如下：我营已于清晨6时59分获取准确信息，发现蓝军指挥所及主力部队集结之地，并附其坐标及基本力量配置。为求最大之作战效果，我营已调整主力部队对黄石岭之敌实施打击，请指挥所视情处置，并调整作战计划。396旅1营营长郭子健。目空一切，简直是目空一切。如果都这么干，那还要指挥员干什么？是，他这么做是有些不妥。不过老苏，作为总指挥，你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我哪还有什么方寸啊，政委？有这么干的吗？马上发起总攻了，他擅作主张，改变作战方向，开什么玩笑？儿戏吗？老苏，我核实过了，一营是在主攻任务发起前1分钟才收到信息，之后他们立即提交了请示。请示？时间紧迫，情有可原。什么是请示？请示就是请求上级批示。你批示了吗？我批示了吗？好嘛，我行我素，毫无组织性、纪律性。是，你说的对，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党委书记，我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一开始也觉得郭子健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他的主攻方向已经被你调整成了试探性打击，那打击已经获取准确信息的黄石岭，不是更有效果吗？问题是黄石岭的信息真伪现在无法判断，万一又是蓝军的幌子，他不仅是浪费火力，很可能会暴露阵地呀。行了，咱们不争了，打击效果很快就会出来，等等看。这梁红怎么搞的？主次都分不清楚了吗？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首长，梁参谋跟随小分队去侦察敌情，是事先汇报过的。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呢？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是最大的变数。可不是变数吗？他这一变，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马上查清楚，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不是首长，
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人家什么战术战法，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你不要给我唱反调啊！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部队人数是固定的，谁多谁少，谁长谁短，我是一清二楚的。是，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您都一清二楚。报告，梁红那边什么情况？梁红小组跟随396旅1营侦察班，发现了蓝军指挥所。我知道了，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是。听见了吧？猫腻儿在这儿。哎呀，像梁参谋这样，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许灵军儿，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有吗？出结果了。报告，报，导演部裁决，我一营对蓝军指挥中心打击有效，致使蓝军指挥中心60%战力受损。好，快，干得漂亮！60%的兵力受损，那说明龙远山跑了，咱们的2支侦察队可能被俘虏了。可惜了，不开局，郭子健就吃掉黑曼巴指挥机关60%的肉，也算不错了啊！别高兴得太早，龙远山那是一只老狐狸，一只疯狂的老狐狸啊！想啃他一口肉，没那么容易。不管怎么说，这在龙远山的对抗史上，也算是头一回吧？啊！哎，政委上哪儿？哎呀，憋半天了，去厕所。瞎冒泡那死耗子，有过当法，有功当赏。龙远山战力受损，位置也暴露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已经破坏了。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他会和玉皇顶的部队会合，和咱们一决高低。3营、4营到位了没有？快到石棍河了，命令他们加快速度，抢占玉皇顶。是。命令1营、2营原地待命，保持警戒。是。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2道坡，应该是提前做好了 B 计划。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第1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还是我不够警惕，有点过分自大。是咱们小看了索建安。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为什么只派出了1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这是侦察员刚刚发来的信息，你看看红军主力现在的调配，正在向玉皇顶集结。看来这个索建安是想坐实玉皇顶之战，把咱们也拉到明处。这么说，这次突袭并不是索建安下达的命令，而且索建安未必完全相信这个人的判断，所以才会选择这种自认为保险的打法。难道这就是一个营长的临时起义？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主攻营，配属的火力也还行，但是毕竟权力受限，没有办法指挥更纵深的打击力量，所以我们才能逃过一劫。你怎么想？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那就如他所愿，往玉皇顶增兵，往实了打，打得越惨烈越好。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
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连长，打不打？打啥呀？这能打吗？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地方残余部队吗？能不能动难脑子？这是残余吗？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那咱们也不怕，跟他们干。干什么干？这场仗才刚刚开始，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告诉兄弟们，放他们过去。再派2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是。这么荒芜的仗，都会给他们杀惨。玉皇顶啊，玉皇顶，这年年玉皇顶。这龙眼山唱的是哪出戏呀？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换个人可能会这么打，但龙远山不会，他是个老狐狸，他去玉皇顶，一定另有所图。这么说，红方是为拼而拼，而蓝方是为变而拼。哎，徐龙军儿，你这个认知提高了。如果有10分的话，给你打7分。哎呀，我又及格了，谢谢首长。机动情况怎么样？司令，坐。根据您的指令，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2楼河被重火力压制之后，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拼掉多少兵力？那倒没有，我是想着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的，就没上去拼刺刀。不过我派了2个侦察兵跟了上去，争取能找到他们的备用指挥所。可以呀，学会动脑子了，还不是跟您学的。哎，吴东胜回来没有？搞到人家核心坐标，估计全部当俘虏了。等仗打完了，再给他们庆功。太好了。哎，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原地待命，保持警戒。啊？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呀！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李宗卫，到，我把之前对付2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还有那2个侦察兵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是。哎，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自己当不了当干啊？你少给我扣帽子！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再说了，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行了，你们好好休整，等我命令。是。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啊！首长，有一起演习事故，请您定夺。什么事故？396旅1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身受重伤。具体情况？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正在进行全面检查。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搬送到野战医院，传我的命令，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是。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是。很好。他做得很好啊，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那当然了，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什么怎么安排？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你通知他，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这一消息全程保密。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是。
报告首长，什么情况？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从火力情况上来看，对方远远不止1个营的兵力。好。今天下午，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2次强攻，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是。工兵爆破分队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差别爆破，阻其前行。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是。重装4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逼其就近主力，实施全力反击。是。机降分队趁乱伺机斩首，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俄着所见案。是。通讯部队待机降部队出发之后，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频干扰，配合斩首。是。出发。是。明明我们1营是主攻营，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好了，不从命令，集结部队。是。等等，郭子健，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情况不对。童志斌，到，给我接指挥所。是。报告营长，接通了。我是1营营长郭子健。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毛病。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梁参谋，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剪了，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跟谁发牢骚呢？还能有谁？郭子健呗。怎么了？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这个流心眼儿，我就算有100个好脾气也不够用。那无论如何，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儿啊。张高原，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而且是在预指挥所被我们重创，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阴谋。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哎，行了，现在还没想清楚，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在我们想清楚之前，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服从命令。李松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没有。已经确定，红方指挥所就在野湖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队长，抓了2个尾巴，又是侦察兵，一波波的没完了，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你们俩谁的兵啊？呀，
还威武不能屈啊，有点意思。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这样，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和那5只红嘴鸟加个小炒肉。是，走。通知劳务口指挥所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把功率调到最大。是。老龙，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还真算他有本事。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个捅了我龙远山窟窿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报告，讲，蓝军被我方重重包围，企图突围，指挥中心要求我方加速前进，将其消灭。突围？肯定，王年。旅指挥所跟进没有？还没有跟进通报。给我接2营营长。上。 2动1，2动1，幺动113，幺动113。两，营长，1营营长顾子健来电。蒋仁强，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看到石广河了吗？那里地势狭窄，重装备通过缓慢，所需时间较长。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 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所以我怀疑。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顾子健。 2营的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管好你自己。怎么又不生气了？ 生气管用吗？作为指挥员，怎么能生气呢？话点到了就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既然左右不了别人，就只能靠自己了。哎，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哪儿？你们先走，我去电抗分队。所有人听我命令，出发！出发！ 命令2营停止前进，接应我指挥中心，以防蓝军实施斩首。重装备以假目标接近石滚河前沿，迷惑敌人，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这不是违令吗？少废话，我会向吕社长汇报。通知徐大力，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没有命令不许离开。是。 首长，首长啊！你看龙眼山的组合拳开打了。哦，好戏开始了。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域，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损失严重。知道了。是。这龙远山越是玩命，说明玉皇顶越是有问题。参谋长，到，迅速组织出散，归拢人员装备，继续完成对玉皇顶的合围。这是命令，不是商讨。是。 报告，进来。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通过情况引导，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定点式精确打击。由于战损装备阻塞，后勤部队无法继续前行。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人呢？
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的渗透。通知侦察营去你。是，快点。是。直滚河方向报告，导演部通报，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奇了怪了，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从哪儿冒出来的？命令。是。1营、2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是。报告。讲。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无法通信。变换信道，反复联系，直到接通。是。这龙远山想干什么？这仗才打到哪儿啊？他想斩首。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不可不发。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可他是导调人员，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谁让他帮了？我就出道题考考他，纯属业务交流。找你有点私事儿，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郭营长，我们现在正在演习。行吧。我就是想，等演习结束之后，请你吃个饭，单独的，就我们俩。怎么，想追我啊？书上说，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不敢不敢，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那就好了。别这么看不上我啊！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这什么意思？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行，但是现在啊，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急呀。这样，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的。可笑，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切，不会就不会吧？你说那么好听。什么题？报告。报。2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叛电阵亡。2营已经集结3营、4营现有装备人员，组织蓝军切割，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好。告诉江胜强，就说是我说的，他干得漂亮。是。另外，告诉他，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目前损失严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让他狠狠地打，往死里打。是。好一个江胜强，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所以我说政委，别老是盯着郭子健，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说实话，在我眼里，2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1个江胜强。哎，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
那是偶尔的事儿。你呀，这可就偏心了啊！江胜强，这也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2个人都有功，可是你这态度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郭子健这小子啊，确实是有点歪财的，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像他这样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会捅大娄子。什么情况？最新战报，龙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吴参谋，让李松伟带上一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这个时候你不回援，你要去哪里？龙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要想打赢这仗，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依据卫星和无人机定位目标，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但有一点注意啊，所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飞鹰收到。哎，他们这是往哪儿开啊？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老虎口？对啊。他又骗我，谁骗你啊？怎么样？专业人士鉴定过了，答案正确吗？服了，我是真的服了。这样吧，我给上级打个报告，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不用了，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怎么不适合了？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再说了，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工具和平台，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你不到部队一线，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不着急，我有的是耐心。杨博士，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可能要助纣为虐了。你在说什么呀，梁子？没头没尾的。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红方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是啊，我就说396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这个江胜强啊，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防止对方斩首。龙远山这些年啊，所向披靡，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飞鹰呼叫解狼，飞鹰呼叫解狼。小狼收到，请讲。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启动第3方案，第1编队超低空接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第2编队改变航向，按第3方案迂回。收到回复。飞鹰收到。报告，通讯恢复。好。报告，2营方向报告。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1个编队交火，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3架，运输直升机1架，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首吗？怎么又往回飞了1营联系上没有？报告，已经连通，顾营长已令其装部2连和1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他本人带步兵1连及其他部分火力，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正向老虎口进发。老虎口？他到老虎口干什么？为什么不服从命令？顾营长判断，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他判断？他有什么权利判断？为什么擅自决定？
营长，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你不相信我的判断？那倒不是。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但是这老虎口，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你说咱们这主攻营，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真是憋屈死了。算了，拼一把，活捉黑曼巴的头头，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这场仗打到现在，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嗯，是啊，前面打得再精彩，收不好尾的话，也会前功尽弃。从黄灯显示上看，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调人员，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那就好，嗯，到最后讲评的时候，咱们底气足啊。是是是，对。首长，你看那儿，把画面调出来。时间到了，行动开始。报告，呀，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防卫力量损失惨重。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不怕伤到自己人吗？那是蓝方的佯攻，他们假意逃跑之后，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报告，情况怎么样？蓝军发起突袭，指挥所保障要素遭重创。二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二营确实已经接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击，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侦察营呢？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抵抗不了多久，请二位首长赶紧撤离。政委，你们立刻转移，我留下来。参谋长，保护好政委，立刻和郭子健会合。记住，万一我出了问题，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是，姐，应该你先撤离。我是军事主官，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你们先走吧，我会尽快的。李宗伟，走！立即实施斩首，活捉龙远山。是，二旅军队都有，启动。控制！
终于见面了。左副旅长，得罪了。说不上，反正就算抓住我，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怎么？你指挥权交接了？导跳中心有现场录像。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跑了一个康保平，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你心里很清楚，你的战损比我重。哎呀，索菲旅长，就凭这几句话，你今天当这个俘虏，一点都不冤枉。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不相信呐，咱们往后看。往后看？后面有什么呀？后面什么都没了。索菲旅长，战斗结束了。战斗结束了。结束了？这不可能！通知指挥中心，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对，不必了。索副旅长已经被龙眼山俘虏，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虽然政委康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所以，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是。演习结束的指令，也是通过你的判定。是的。就是说，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是个诱饵。不是。如果答案是诱饵，那就有所偏向，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事实上，答案是正确的。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在2个小时前，龙远山还在这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你中了他的计。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我正要告诉你，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郭营长，你阵亡了。就是说，我郭子坚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怎么不说话了？我就算要说，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郭营长，我这样的首席参谋，你还收吗？营长，旅参谋部通知，马上返回宿营地，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明天早上8点，集团军在基地导调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广贤，说，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
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邸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但导致这场战失败的人不是我。你不要在这狡辩。郭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副旅长，这不行！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你是谁？啊，郭子健？你以为你是谁？部队是一个人的吗？怎么着？396旅扔不下你？你能耐大，想往上爬是吗？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396旅谁是王牌，咱走着瞧。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调的同志现场还原。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针对性大大增强。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军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你审阅。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是。姐，关于明天的复盘，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一营。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别跟我提郭子健。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哎，严重了啊！严重吗？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老索，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也太牵强了吧？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击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一点空间，好吗？把整个一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龙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不是他，你看人家啊，为了保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让指挥员给他做炮灰，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你说是吧？哪有这么干的？我们作为旅领导，
姿态应该再高一些。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老苏啊，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我不想转这个弯，我供不起这尊佛。不是你。灵狐，营长，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一营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班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政委，我要请假。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演习导演部啊，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开会。政委，开完会再走。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396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每一个干部啊，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位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特此通报。郭子健，这么远的山路，你怎么赶得回来？郭子健，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吴东胜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注意安全，快去返回。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
吴东升怎么样了？老三，我要给吴东升请功。吴东升率领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事迹是立得住的。等总军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蒋平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升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知道吗？营长，小委，开会时间到了。经过导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这就是作弊。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先听听再说。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别火，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是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是6时58分，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后来经导条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时59分04秒，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导条组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
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军长讲话。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了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功利之风，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搞什么名堂？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啊，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使用，真是让人失望啊！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心智战斗力量的使用，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答疑解惑，去伪存真。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趣的叫屈，有冤的申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报告，红军一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说，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郭营长，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二，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三，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察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察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吕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察小组的信息，对黄石岭的战斗就不打了吗？郭营长，
据导调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恰恰相反，作为导调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这位梁参谋还真是留情不认了。郭子健也是自作自受啊。讲得好！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的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下令。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396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参谋长到，唱支歌，鼓士气。是。404的都有了。说打就打，预备，唱！说打就打，说打就打，练一练手中枪，射榴弹，要对准来，后手的人，上去。要不然我先撤。去。同志们啊，我康保平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了。郭子健，进入演习区域之后，你处处
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贾生咽不下的烂饼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你干什么？胡搅蛮缠！郭子健，你想自我作秀可以，别拉着大家一块儿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左代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首长，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报告。396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都安排好了。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哎，王远，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
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范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解气。那换作是我也骂他不要脸。我骂他不要脸？您忘了？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呐！哥，这不一个意思吗？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还等？还等啥呀？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不是，索副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这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你！再说了，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不能一竿子打死啊！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为他开脱的理由。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396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396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梁才，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没有。要我说，就是这个郭子健太自大了。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再说了，你说枪打出头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柯营长，郭营长，能跟你单独聊聊吗？我还有事，我先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他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是。吴东胜的腿，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我已经复核过了，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谢谢。连长，经理。盯这么紧，是怕我想不开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
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触怒。你自己是怎么做的？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那你想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不了转业。郭子健，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淋浴裤留下，其他人带回。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趴吧走。我们俩来一把。起来！不是憋着气吗？朝我这发！起来！营长，对不起。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行了，知道错以后就改，下回动手之前，先动动脑子。是，知道了。怎么样？想开了吗？想开了。有丢人吗？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想再摔一轮是吧？不敢了，这你让着我的。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啊？知道了，政委。有件事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东胜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东胜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给大家验验血。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放心吧，政委。行了。回去了。
小三，给吴东胜请功的事怎么样了？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讲评会一开，侦察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放心，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得交上去，我会尽有全力的。快快快！梁灿，这什么情况啊？紧急集合吗？哎哎，梁灿，梁灿！报告，说怎么回事？报告营长，吴东胜是一营的班长，不单单是侦察班的班长。什么意思？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连排干部。那又怎么样？吴班长需要输血，很多人都能献血。李松伟，我没空陪你废话，有话痛快说。既然如此，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哪怕是抓阄也行。为什么偏偏只抽侦察班的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吴东胜，你小子这个兵当的值了。同志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吴东胜同志确实是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所以确实谁截肢？吴班长是铁打的脚板，不可能截肢。陈俊义，陈俊义，赵磊人是不是说错了？搞错了吧？当警察的，警察。同志们，我郭子健来部队10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也许兵会走，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反而会更长久。我替吴东胜，更替我本人，谢谢大家。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吴东胜的确是 AB 型血，理论上说
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但是要说公平，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兵，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但事实就是事实。吴东胜的事儿，我难辞其咎。刚才教导员说，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我想说，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侦察班长。至于献血的事儿，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流在吴班长的身上，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这次演习的问题，责任在我，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赢的信念，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今天更不能含糊。听我命令，各连带会按计划组织训练，把短板补齐，把本领练强。向左转，多人派不上。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今天我被一营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我不知道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一营挡不了，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但从那一刻起，我坚信，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老天都会格外眷顾。多少书信，你说都会铭记。吴班长，我问过了，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专家能保住俺的腿吗？梁参谋，哎，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俺们赢了吗？怎么了？你们都出去！他问我演习的结果。他马上要手术了，你还跟他说这些？吴东胜不需要你的血，走。郭营长。
马上就要手术了，您快劝劝他吧。营长，俺没事了，俺就是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当兵15年了，部队每次演习，差不多都是俺带兵冲锋。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大冲锋吧。营长，来吧，俺准备好了。我陪着你。这样重情重义的部队，是我们的福气啊！做法虽不值得提倡，但情怀理当培植。政委，重情重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吴东胜的手术顺利吗？目前为止还算顺利。家里人呢？吴东胜是个大孝子，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这个郭子健啊，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让他清醒一下，凉凉脑袋也好。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吴东胜就转为5级士官了，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腿也没了一条。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咱们作为领导的，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想说什么就直说。请政委为吴东胜请功。这件事啊，很复杂。一则，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旅定不了；二则就是能定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我先谈谈上级的意图再说吧。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请政委为吴东胜请功。疼吧？虽然打了麻药，但是手术的时候，俺感觉很清醒。还别说，咱们当侦察兵的，平常的那点训练啊，关键的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是，一般的麻醉剂麻醉不了你的意志力。虽然不疼，但是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俺的脚
俺的金右脚就那么一点儿没了。就是不太习惯。营长，俺可以早的跟你说呀，只要是被俺这金右脚踢过屁股的那些新兵蛋子，大多都很有出息。踢得越多的，他们出息越大；踢得最多的，连比武比赛还经常拿金牌呢。那杨茂林，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我得时不时的，我去叫大夫。没事，没事，俺没事。俺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营长，对不起你，还没有完成任务，对你的承诺。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整个任务，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不，营长，你是军事主管，俺执行的都是营首长的作战指令，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更何况，俺武东省当兵这么多年，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也是最想打仗的一次，真的过瘾。营长，俺武东省这回也算对得起兵王这个称号了。东升，你永远是我们一营当之无愧的兵王。以后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替你安排好，不会让你委屈。营长，俺其实知道，像俺这种情况，想申请个立功什么的很难。你也别怪梁参谋，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实情，俺真的挺感激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俺想了很多。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俺。还手啊！你是全军比武冠军，吴班长他最看重你，用他的金右脚点化你最多。你呢？你把他金右脚弄没了，你就是想要报答他的。起来！你们干嘛呢？怎么回事？乱糟糟的！他们打架呢。没有的事儿。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这里是医院，会点影响。
出去看看。迷糊，你要干什么？关营长，求求你，让我见见吴班长。没完了，班长是他害的，干嘛放他进去？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你跟着我干什么？留下照顾你们班长。营长，那你呢？我不能让吴东胜的右脚白丢。快别哭了，你要是再哭，小心俺拿着金右脚抽你了。班长，你抽我2耳光解解气吧。胡扯！看着你进步，俺是比谁都高兴，也不按俺金右脚疼你这一场。班长，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给你当腿。你这不是胡说吗？你要是真觉得对不住俺，你就答应俺一件事儿。班长，您说。你听好了。俺要你还一营一个兵王。老桑，吴东胜的事儿，吕丽到底怎么说？吕领导也挺为难的，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我把吴东为难什么呀？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同志们，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2个：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找准差距，迎头赶上；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我先说说吧。首先，我谈一下，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4个突出问题。郭营长，这是旅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你不在列，你不能入会。我不要求列会，我只提一条诉求，5分钟就够。纪律就是纪律，你别说5分钟了，我1分钟。这怎么说不通啊？哎，你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安静？你，首长，你看他，让他进去。今天党委会破个例，给郭大营长几分钟，党委会暂停一下，等他说完再继续。
各位首长，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怎么处理我都行。但眼下这件事，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一句话，为吴东胜报功。啊，为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一营党委书记桑海田同志已经找我汇报过，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吴东胜受伤致残，追究起来，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私自用兵，造成的责任事故，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关于你的处理意见，我们正在讨论，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你脑子怎么想的？索副旅长，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搏命沙场的份上，为他报请军功。搏命沙场，你说的好听，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李刚是，看不者见。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那也是我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服从命令。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再说了，郭子健同志，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你先出去。关于这件事，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政委，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我才来的。等会议结束了，吴东胜这件事儿就没希望了。求求各位领导了。吴子健，还有个营长的样子吗？出去！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即便让我转业，我都没意见。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立功受奖，能等价交换吗？请求各位领导，就算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请为吴东胜报功。照你这么说，今天不给他报功，我们就不人道吗？我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报功，连嘉奖也没有，连自己的兵都保护不了，我这个营长有什么用？我不干了。不干！我的天哪！吓唬谁？我是壮大了。告诉你，今天党委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你就是想干，也不一定有机会了。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各位首长，对不起。保兵同志，你是政委、党委书记，你决定吧。好。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好，我们就趁热打铁，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东方同志，先谈谈吧。郭子健，你这到底是哪一出啊？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让你这么一搅，彻底给搅黄了。希望个屁！
你不努力争取，跟我废这话有什么用？你是吃强药了吗？吃强药你也不能到处咬人吧？行了，我不跟你废话，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我自己打转业报告，大不了我回去创业，养胡同生一辈子。郭子健，你给我冷静点儿！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是没见着吴东升，他的脚没了，他的黄金右脚没了。本来以他的能力，可以长期留在部队，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可现在呢，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一辈子很长的，你知道吗？很长的。他们说的没错，一切责任都在我，我要负起这个责任。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旧里，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这渐渐远离，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你一步一趋，想着此刻心中的天地，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仍举杯的知己，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字又一句，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的。我正式告诉你，吴东升不可能报功，也不可能加价。相望亦相依，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郭子健又惹事儿了，哎，我都服了，闯了党委会，说是要为负了伤的侦察班长吴东胜请功。他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哎呀，毕竟是他的病，也能理解吧。我提醒你啊，郭子健的问题上，我们俩都属于敏感地带，千万不能插手。哎，我有数。站住！政委，干什么去？还没闹够吗？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等待处理结果。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这个我先收着。这是这次关于演习的反思与总结。哦，这份是我个人对这次演习的一些思考。算了，估计也没什么用。怎么就没什么用啊？这么宝贵的资料，我得留着。随你，反正我以后是用不着了。肯定能用得着。这休假报告，你都审查好几遍了。那上面可盖着旅政治工作部的大红印章。杨长，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我们现在其实……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需要一个人好好捋捋。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演习刚结束，营里那么多事都等着你呢。老桑，按说，这个节骨眼上当逃兵，真不是我郭子健的性格。但是事情赶上了，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留在营里，只会给你添堵，也给别人添堵，没必要。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挺不招人待见的。以前我也不在意他们怎么想，只想着把仗打好、打赢。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天职，哪需要考虑那么多？通过这回这件事儿，我发现，只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没用，到头来还害了别人。所以，这一营以后就交给你了。营长，一营的士气需要你，一营将来打翻身仗更需要你。我桑海田从头至尾没有觉得你给我添过半点堵。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不放弃，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有，好好承认错误，好好检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可是我真的错了吗？难道让我去做检讨，不该一心去把演习当作打仗，不该把训练当作实战，不该针对情报真假问题去跟领导较真，不该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判断？哦，只需要盯着那些演习的评分标准去准备打仗，去操练部队？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全营几百号人，一身泥巴一身汗，瞎跑瞎转，年复一年，奔走忙碌，到最后连战场的边儿都看不着。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可这个世界真的安全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士兵，当我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毫无战斗力可言。我错了吗？好一个铁血营长！刚刚还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身孤勇，现在又在我面前发了这么一大通牢骚。营长，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你刚来我们一营的时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说战争只有一个字，就是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对与错、是与非呢？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应该说给你自己。你确实应该好好捋一捋，好好问问你自己，是否你现在看待所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和缺点在哪里？那你告诉我在哪儿？爱在哪里，在哪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自己想不明白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教得会你。一营不是你说给我就给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零零休假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捋捋你自己了。1年不够，2年，2年不够1辈子，捋不明白，你不用回来了。郭子健，慢走，我送。